全球每一天超过9万架次飞机起飞，其中你搭乘的客机里超过一半都是波音制造的。这个你常听闻却可能不了解的名字，从一战战场到外太空领域，到你搭乘的航班，它的故事远比你想的更精彩。飞机是我们距离飞翔梦想最近的工具，但你知道吗？让人类真正能飞远飞快飞得起的，是一个100年前在西雅图的小工坊，一个名叫波音的传奇。这不只是飞机的发展史，更是人类对天空、对速度、对未来的野心史。那么波音到底是怎么变成航空巨头的？为什么从一开始就领先全球？它又是如何一步步把飞行变成人人都能做到的事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波音飞机的发展史。故事要从很久以前说起，比飞机还早，比你想的还早。1900年代初期，美国西雅图有个叫威廉·爱德华·波音 （William Edward Boeing） 的年轻人。他原本家里超级有钱，父亲做伐木业赚了大笔财富，但波音自己却对木头不怎么感兴趣，他更迷机械迷工程，尤其是能飞的东西。1909年，他第一次看到飞机在空中飞行时，就被彻底迷住了。几年后，他自己就去学了飞行，还买了一架 Curtiss 型飞机来研究。结果飞机才飞几次就坏了，零件也根本等不到维修。波音不爽了，这种飞机我自己都能造。1916年，他就在华盛顿湖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取名叫 Pacific Aero Products Company。第2年正式更名为波音。第一款飞机叫 B&W， 这是 Boeing Westervelt 的缩写，因为这架飞机是由威廉·波音和他的工程师好友 George Conrad Westervelt 联合设计制造的。他们用木头布料还有水上浮筒打造出这架双翼水上飞机，可以从湖面起飞，听起来像拼装模型，但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先进的设计。早期的波音做的飞机主要是为军方服务，尤其是第1次世界大战时期，那时美国政府要大量飞机来训练飞行员，波音接到订单后快速生产了 Model C 教练机，一举打响了名号。但大战一结束，军方不再需要飞机了，波音突然没生意做了，他怎么办？他开始转行。没错，波音曾经卖过家具，也卖过划船的用具，甚至试图用飞机的引擎装在船上，造出所谓飞船。虽然这些业务都没有大成功，但却帮公司撑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真正让波音公司起飞的是美国政府开始建设空邮系统，也就是用飞机送信件。1927年，波音打造了 Model 40飞机，能够载信也能载人。然后他还成立了一家航空公司 Boeing Air Transport， 负责营运航线。你没听错，波音以前不止造飞机，还自己开飞机送信，而且他超有生意头脑。比如说，波音航空运输公司是第一个聘请女空服员的公司，他们发现乘客看到有女乘务员，通常是护士，会比较安心，乘坐意愿也更高。到1930年代，波音已经发展出全套商业模式，飞机我造，航线我开，地勤我雇，连机场也有我一份。这时候政府看不下去了，因为波音做太大了，已经构成垄断。1934年，美国政府强制拆分波音集团，把飞机制造、航空营运、引擎制造都分家，于是波音只剩下造飞机这一块，重新命名为 Boeing Airplane Company， 听起来像个大挫败，但其实这是波音专注做飞机的开始。因为从这一刻起，它不再是航空服务商，而是专心成为飞机制造王。进入1930年代后期，波音推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设计包音247，这是当时第一架全金属机身，可完全封闭舱门，有双引擎的商用客机，堪称现代客机的祖先。虽然当时没卖很多架，但它的设计理念成为后世飞机的标准。这款247其实一开始是只卖给波音自己的航空公司 Boeing Air Transport 的，这样其他航空公司超不爽，觉得你又造飞机又开航线，还不给我们买。结果其他公司一怒之下，转而支持他的竞争对手 Douglas 公司推出的 DC-3， 而这款 DC-3 后来大卖，几乎统治整个1930年代，也让波音学到一个教训：再好的飞机，如果你只想自己独占，就等着市场教你做人。然后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了，这是波音真正飞起来的时刻。战争需要大量飞机，尤其是轰炸机，波音就推出了 B-17 飞行堡垒和 B-29 超级空中堡垒。
这些飞机不止飞得远载得多，还能挂炸弹飞越太平洋，是美国在战争中最强大的空军武器之一。尤其是 B-29， 它在二战末期扮演了重要角色，包括改装后执行了投下原子弹的任务。尽管原子弹的使用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议，但这款飞机无疑代表了当时波音技术和制造能力的巅峰。到战争结束，波音已经拥有成千上万的员工，成为美国最大最先进的飞机制造公司之一。其实在二战期间，波音曾创下一个惊人的纪录，他们每59分钟就能制造出一架 B-17 轰炸机，工厂24小时轮班女工大量上岗，自动化装配线全数开动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能像做汽车一样量产飞行器。也正是这套工业能力，替波音奠定了日后民用飞机帝国的基础。但你也猜到了，战争结束后需求骤减，波音又要面对没订单的危机，所以波音决定把军用技术转民用。1947年，他们推出了一个超前时代的产品 Boeing 377 Stratocruiser， 这是基于 B-29 军机改装的超级豪华客机，有双层舱舒适座椅，甚至还有小酒吧和躺椅。只不过它太贵了，运营成本高，只有富裕的航空公司才买得起，数量不多。真正改变一切的是喷射引擎的出现。传统飞机用螺旋桨速度慢飞的低噪音大，喷射机一出来，彻底改变了航空业的游戏规则，而波音就抓住了这个机会。1950年代中期，波音大胆投入资源，研发了第一款喷射式客机 Boeing 707。这架飞机一出，航空界震惊，它飞得快，飞得远，载得多，而且看起来超现代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波音为了研发这款喷气机，几乎是押上了公司的全部。当时他动用了1600万美元，相当于今天的数亿美元的自有资金，秘密打造了一架原型机，代号叫 DAS-80。波音的策略是军民两用，先向美国空军推销它的空中加油机版本 KC-135， 以回收成本，再将客运版707推向民航市场。这是一场极大的商业赌注，如果军方和民航都不买单，波音就可能破产。但最终这个一鱼两吃的战略让波音成功跨入了喷气时代。1958年，美国泛美航空成为第一家使用波音707的航空公司，开启了喷射客机时代。你可以把707看作今天所有大型客机的爷爷，从座位布局、操控系统、引擎配置到机身比例，几乎都影响了后来的设计，而波音也就此进入全球化的民航时代。接下来几十年里，波音不断推出新机型，707之后是更大的727、737、747，每一代飞机都成为民航业的经典。其中最传奇的就是Boeing 747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空中女王。1970年正式服役的747是全球第一款宽体客机，它不仅有双走道，还能搭载超过400人，航程跨越全球，是远程飞行和大量运送乘客的完美结合。你看过飞机上层有楼梯的设计吗？747首创了它那标志性的驼峰双层客舱设计，一推出就让全世界惊呼，这不只是飞机，这是空中巨无霸。但你知道吗？747的设计者乔·萨特 Joe Sutter 最初就是把它当成办货机来设计的。当时波音认为超音速客机才是未来，747这种亚音速巨无霸很快就会被取代，所以那个标志性的驼峰并非为了豪华头等舱，而是为了确保机头可以被打开，让机身作为存货机时能装载超大型货物。正是这个看似临时的设计，反而成就了747最终的命运。在客机市场逐渐退役后，它依然是全球货运市场上无可取代的劳模。在接下来的几十年，747成为各国航空公司的旗舰，也成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的标准配置。然而随着双引擎飞机的效率提升，747最终逐渐退出了商业客运的主流舞台，一代空中女王落下帷幕。这段时期也被称为波音统治全球的黄金时代。但你以为故事就这样顺风顺水了吗？其实波音的对手欧洲的空中巴士 Airbus 也开始悄悄崛起，而后面的故事就是两大巨头的世纪大战。1970年，法国、德国、西班牙和英国联合成立了 Airbus， 目的很明确，挑战波音。Airbus 的成立其实不仅是商业竞争，还带有浓厚的政治意义。
当时欧洲各国担心美国科技与制造全面主导全球，想用 Airbus 当做一个反波音联盟，集中资源对抗美企霸权。所以你可以说，波音与空巴之战不只是技术与市场的较量，更像是美欧在空中打一场看不见的冷战。而他们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推出一款宽体飞机 A300， 直接对打波音的707和747系列。波音一开始并不在意，他们觉得这家新创公司撑不了几年，但没想到 Airbus 来真的，不仅在设计上很有创新，而且欧洲政府还全力补贴，降低成本，快速推广。尤其是到了1980年代， Airbus 推出了 A320， 这架飞机最大的亮点是什么？就是电传操控 Fly by Wire。 简单说，以前飞机靠钢缆和机械装置连接驾驶舱与机翼，而 A320 是第一架全电子控制的民航机，飞行更稳定，系统更智能，安全性也提升。而且它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小细节，驾驶舱配的是侧杆 Side Stick， 而不是传统方向盘，看起来像在打电玩，你别笑，这真的很有效。这种设计确实让飞行员培训更简单，维护成本更低。更关键的是，空客还实现了驾驶舱通用性 Commonality， 意味着飞行员可以在 A320、A330 等不同型号的空客飞机之间快速转换，极大地节省了航空公司的培训成本。许多航空公司开始转投 Airbus 的阵营，波音这才意识到这个对手玩真的。但这种新的操控模式也因其系统权限和人工干预限制等问题，在航空界引发了长久的技术争议，成为空客与波音在飞行理念上的主要分野之一。于是他们加速推出新一代飞机，比如最成功的中短程客机 Boeing 737系列，这款机型是历史上产量最高的喷气客机，后来甚至衍生出737 Next Gen 和737 MAX 等多个版本，成为全球最畅销的飞机之一。长程方面，他们也推出了777与787 Dreamliner， 主打轻量化高效率，特别是787用了大量复合材料，航程远，油耗低，客舱更舒适。而787还有一个小彩蛋，它是第一架支持机上变色窗户的客机，没有传统遮阳板，而是用电控玻璃来调节透明度，乘客只要按按钮就能把窗户调深色。坐飞机终于不用被阳光晒醒，虽然只是个细节，却代表了波音试图从乘客体验角度出发，让科技和舒适感结合在一起。可以说，波音当时依然有技术，也有市场。那为什么到了2019年，波音突然失速了呢？事情要从波音737 MAX 开始讲起。737 MAX 是为了跟 Airbus 的 A320neo 对打而设计的，为了在旧的737机体上安装更大的省油引擎，波音不得不调整飞机重心，并加装了一套叫 MCAS 的自动修正系统，防止机头抬太高。问题就在这套 MCAS 系统上，2018年和2019年先后发生了2起严重空难，印尼狮航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合计造成346人死亡。调查显示，2起事故都和 MCAS 系统误判自动压低机头有关，导致飞行员根本无法拉回飞机。全世界震惊了，乘客不敢坐，航空公司停飞，监管机构出手，737 MAX 全面停飞长达20个月。更严重的是，波音内部的管理文化也被媒体和调查单位翻了个底朝天。其实波音的文化转变早在1997年并购麦道之后就开始了。麦道当时的领导层信奉股东至上理念，强调削减成本、股票回购和快速回报，这与波音原有的工程至上、安全第一文化格格不入。并购完成后，麦道的高管逐渐占据了波音的关键管理岗位，公司总部也从传统的西雅图搬离。这场麦道人对波音文化的胜利，直接导致了一系列代价高昂的后果，包括对787梦幻客机开发流程的过度压缩，以及最终导致了737 MAX 这样的设计失误。有前工程主管甚至在听证会上公开批评，我们已经不是在打造世界上最好的飞机，而是在试图满足股东报表。有人说，波音为了节省成本和追上 Airbus 的脚步，把工程和安全流程压缩到极限。还有人说，公司高层越来越像是华尔街精算师，不再重视工程师意见。甚至有前员工爆料，我们不是在造飞机，我们是在造灾难。一时间，波音从全球最值得信赖的品牌变成了全球新闻焦点。
不仅损失了数百亿美元的订单，还赔偿给全球航空公司巨额费用，股票大跌，品牌受损，连美国政府都不得不介入。这就是波音100年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。那它有没有办法翻身呢？其实波音并不是第一次遇到低谷，冷战后期他们的军工订单大幅减少，公司面临营收萎缩。于是1997年波音做了一个大胆决定，收购宿敌卖到 McDonnell Douglas。这场合并让波音一举拿下美国军机、太空导弹领域的大部分市场，也把自己从只靠商用客机的公司变成一个军民通吃的航太集团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波音今天不只做飞机，还做卫星、火箭、太空船、无人机，甚至是 NASA 和美国空军的重要合作伙伴。比如波音就参与了国际太空站 ISS 的建设，也开发了 CST-100 Starliner 太空船，希望未来能送人上火星。所以即使商用飞机出事，波音在军工航太的基本盘依然稳固。不过我们回到民航这个主线，疫情期间全球航空业重创，波音交机量大幅减少，供应链也受到严重影响。好消息是到了2023年后，随着全球航线复苏，波音的订单又开始回升。但坏消息是波音的麻烦似乎还没结束。2024年1月，一架阿拉斯加航空的737 MAX 9在飞行中机身门板突然脱落，虽然没有酿成伤亡，但又一次把 MAX 系列推向舆论风口。FAA 再次对波音展开调查，要求暂停出货，彻查品质。而最新爆料显示，波音甚至有部分零件工厂存在打磨伪造、组装不合规等问题。这一连串事件让人不得不问，这还是我们记忆中的波音吗？但话说回来，波音也不是坐以待毙，他们加大了对品质管理的投资，提升供应链透明度，也在研发下一代节能环保客机，甚至与 NASA 合作氢燃料混合动力项目，准备为未来近零碳排航空时代做准备。而他们的新 CEO 也强调，要让波音重新回到以工程为本、以安全为第一的初衷，不只是为了股东，更是为了乘客，为了人类飞行的未来。毕竟波音的口号一直是 Forever New Frontiers， 永远探索下一个飞行边界。从1916年的木头水上飞机，到747的空中巨无霸，再到787的节能梦幻客机，波音见证了整整1个世纪的飞行进化。它跌倒过，但也飞得比谁都高。至于未来它还能不能继续飞得又稳又远，我们拭目以待。这就是波音的发展史全篇。